想象一下一个平凡的晚餐场景，奶奶亲手蒸了一笼热腾腾的馒头，顺手把嫩白的豆腐拌上香甜的蜂蜜，全家人围坐品尝，其乐融融。然而谁能料到，就是这看似健康平常的组合，却在一家3代人的体内埋下隐患。翌日清晨，奶奶忽然全身无力，头重脚轻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接着女儿和小孙女也相继出现呕吐、胸闷、呼吸急促等症状，最终全家人都被推进了加护病房抢救。亲友们在病房外面面相觑，心中充满疑惑，平日里柔软爽口的豆腐，怎会突然变成夺命的凶手？事实证明，饮食中的组合禁忌绝对不容小觑。豆腐作为餐桌上的百搭健康食材，营养丰富，老少咸宜，很多人都习惯随意搭配各种菜肴同食。然而正因豆腐性质温和，人们对它放松警惕，一些看似平常的食物搭配，其实会在体内产生化学反应或生理冲突，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。先前提到的祖孙3代集体中招进 ICU 的案例令人后怕。我们不禁要问，豆腐到底不能和哪些食物一起吃？为什么说它们的结合毒性堪比砒霜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豆腐的7大禁忌搭配，逐一揭开其中隐藏的危机真相。在了解危险搭配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豆腐本身的营养优势。豆腐由黄豆制成，是一种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富含钙质的健康食品。适量食用豆腐有益于心血管健康，并且因富含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，有助于预防便秘、控制体重，可谓养生佳品。然而，正因豆腐如此温和无害的形象，我们在食用时往往掉以轻心，忽略了与它相克的食物组合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。食物相克的说法自古有之，民间流传着诸如螃蟹配柿子会腹泻中毒，菠菜配豆腐会得结石等禁忌。虽然现代科学证实绝大多数食物同时不会产生真正的剧毒，但传统智慧背后往往有其道理。某些食物搭配确实会干扰营养吸收或加重身体负担，长期下来严重影响健康。豆腐看起来与任何食材都和平相处，其实有几样东西和它同锅煮、同盘吃时，犹如给健康埋下一颗定时炸弹。我们马上揭晓这份豆腐的7大黑名单，看看你是不是也曾无意间踩入这些雷区。在所有禁忌组合中，蜂蜜加豆腐绝对令人意外，毕竟一个是营养丰富的天然甜品，一个是健康清淡的豆制品，看起来毫无违和。然而，这对甜蜜组合却可能引发堪比毒药的危害。先前提到的祖孙3代进 ICU 的事件，罪魁祸首正是蜂蜜拌豆腐。为什么蜂蜜和豆腐一起吃会出问题？原因在于两者混合后发生的生化反应。豆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尤其是钙以及植物蛋白，蜂蜜则富含多种酵素和有机酸。当这两样东西在胃肠中相遇，就可能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。蜂蜜中的酵素和有机酸会作用于豆腐中的矿物质和蛋白质，导致消化道不堪重负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腹泻、胃肠不适，严重时甚至引发剧烈的胃肠反应。对于肠胃敏感或本身消化功能较弱的人而言，同时摄入蜂蜜和豆腐更是如同引爆体内的炸弹，可能出现脱水、电解质紊乱，危及生命安全。中医的角度也给出解释，蜂蜜性质干凉滑利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豆腐性偏寒且富含润泽成分，两者同时会加强肠道滑利作用，容易使肠道功能紊乱，诱发严重腹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肠胃本来就虚寒或最近闹肚子，那么蜂蜜豆腐同吃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网络上曾流传蜂蜜豆浆豆腐会引发肉毒杆菌中毒的说法，所幸这是一则谣言。真相其实很简单，蜂蜜加豆腐本身不会产生什么致命毒素，但确实会极大扰乱胃肠。因此为了健康着想，千万别贪那一口新奇，把豆腐和蜂蜜混着吃。甜蜜的蜂蜜遇上朴素的豆腐，看似滋补，实则暗藏杀机。茭白笋又称茭白，是一种夏季常见的水生蔬菜，口感脆嫩，营养丰富。然而茭白笋和豆腐的搭配却潜伏着结石风险，堪称一对不健康拍档。问题出在
茭白笋所含的大量草酸，茭白笋本身就是植物界有名的草酸含量高的食材，而豆腐富含钙质，当两者同时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，草酸会和钙发生化学结合，生成一种难以溶解的沉淀物草酸钙。草酸钙是什么？它其实就是肾结石和胆结石的主要成分之一。如果经常大量摄取茭白笋配豆腐这样的组合，草酸钙晶体可能逐渐在体内累积，沉积于肾脏、输尿管或胆囊中，形成结石。即使还没到结石那么严重，草酸和钙结合也降低了钙质的吸收率。你本来想从豆腐获取的钙质，反而因为和茭白笋同吃被白白浪费掉，甚至还可能变成伤害身体的结晶沉淀。特别是有肾结石或胆结石病史的人，更应该对这个组合敬而远之，避免旧患复发或雪上加霜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平常炒菜时把茭白笋和豆腐一起烩，不也挺常见吗？适量偶尔食用问题不大，但绝不能长期频繁这样搭配。为了骨骼和肾脏的健康，茭白笋和豆腐还是各走各的路比较好。想补钙就别加茭白笋，想吃茭白笋就别放豆腐。这对看似清爽无害的组合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在你体内结石成霜，实在不可不防。天冷时，很多人喜欢煮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炉，加些豆腐一起熬煮，认为肉嫩汤鲜，营养加倍。没想到羊肉加豆腐也是流传已久的禁忌搭配之一。在传统医学看来，这对组合属性相克，长期同时容易引发特殊病症。从现代营养角度分析，两者同吃对某些人群也并非明智之举。先从中医理论说起，豆腐性寒，而羊肉性热，所谓寒热不相宜，两者混着吃会让人体的阴阳平衡受到干扰。中医认为寒热相冲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和内热失调，如果长期频繁的羊肉配豆腐，有可能引起一些慢性问题，比如黄疸和脚气病等。在古代医籍中就有记载，羊肉久食令人发黄疸，而豆腐偏寒，与大热之羊肉功效恰好相反，长期同时伤身。所谓黄疸，指肝胆功能受损引起的身体发黄，脚气病则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。在古人的经验里，羊肉燥热，豆腐清凉，两者结合，磅礴在身体里打架，时间一长可能损伤脾胃，引发上述病症。因此老一辈常劝告羊肉豆腐不可久食。从现代科学角度看，传统说法也部分反映出一些问题。首先，羊肉本身如果烹调不熟，可能含有寄生虫或致病菌，伤肝导致黄疸，这和豆腐本身无关，但可能让古人误以为是两者相克所致。另外，羊肉富含优质动物蛋白，豆腐则富含植物蛋白，同时大量摄入两种蛋白质会增加胃肠负担，消化起来比较辛苦，饭后容易觉得肠胃不适。对于蛋白质消化能力弱的人，例如年长者而言，羊肉搭配豆腐可能导致胀气、消化不良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羊肉是红肉，含较高嘌呤，容易使尿酸升高。豆腐虽是植物性，但大豆制品也含有一定嘌呤。如果你是痛风患者或高尿酸体质，羊肉配豆腐就更要小心，因为这样的组合可能让血液中的尿酸雪上加霜，提高痛风发作的风险。综上所述，羊肉和豆腐这对看似完美的搭档，实则潜伏暗涌，偶尔解馋问题不大，但千万别经常一起大快朵颐。如果想滋补身体，建议将豆腐和羊肉错开食用。例如今天吃羊肉火锅就别下豆腐，改天想吃豆腐煲，再用其他食材搭配。尤其体质虚寒的人，应慎吃豆腐配羊肉，以免寒热相搏伤身。记住这句老话，豆腐配羊肉，没病惹病，谨慎为上。每逢春季，鲜嫩的竹笋上市，不少家庭爱用竹笋煲汤，清炒甚至加豆腐一起煮，觉得这是清淡又营养的组合。但事实上，竹笋加豆腐潜藏的健康风险不亚于前面的茭白笋。竹笋和茭白笋一样，都是草酸的富集食物。年轻的竹笋纤维丰富，清脆爽口，但其中累积的草酸含量也相当可观。我们常听说吃竹笋要先焯水去色，就是为了去除部分草酸和草酸盐。当竹笋和豆腐同时下肚，
竹笋中的草酸遇上豆腐里的钙，同样会形成草酸钙沉淀物。这些沉淀会带来2大问题，一是像前面提到的，阻碍钙质吸收，增加结石风险；二是草酸盐本身带有涩味和刺激性，可能引起肠胃不适。有人可能经验过，竹笋吃太多会觉得舌头发涩，胃里不舒服，那就是草酸在作怪。如果再加上豆腐，等于给草酸提供了更多钙来生成沉淀，更容易刺激肠胃并潜伏长期结石隐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人吃竹笋豆腐汤，喜欢喝那鲜美的汤汁，但汤里往往溶解了不少草酸。你在享受鲜味的同时，也把这些隐形的危险因子喝进肚里。特别是曾经得过肾结石或尿路结石的人，竹笋豆腐同吃无异于火上浇油。如果真的喜爱此类组合，该怎么办？建议务必将竹笋充分烧煮，汆烫倒掉第一次汤水，以减少草酸含量。但最好的办法还是避免两者同时大量食用。竹笋清爽，豆腐柔嫩，各有千秋，但为了健康着想，还是分开享用为宜。别让一碗貌似养生的竹笋豆腐汤，最终成了伤身的石头汤。金秋时节，甜美的柿子令人垂涎。如果刚吃完豆腐火锅或豆腐菜肴，你又顺手啃下一颗柿子，这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其实潜藏着化学危机。柿子加豆腐是另一组经典的禁忌搭配，其问题来源于柿子所含的大量鞣酸，也称单宁酸。柿子的鞣酸遇上豆腐中的蛋白质，会发生一种凝结反应。具体来说，鞣酸擅长跟蛋白质结合，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或凝块。当你同时大量摄入柿子和富含蛋白的豆腐时，鞣酸会把豆腐的蛋白质锁住，变成一种粘稠的褐色凝块，留存在胃肠中。这不但增加胃肠负担，让你觉得胃胀难受、消化不良，严重时这些凝块还可能滞留在胃里，形成所谓胃食。胃食学名叫胃柿石，常见于空腹吃大量柿子的情况，但如果同时有高蛋白食物，如豆腐、肉类等参与，更容易生成。长期反复的豆腐配柿子乱吃，可能诱发胃结石、肠梗阻等严重问题。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柿子与高蛋白食物相克的道理。民间有柿子不能与蟹同食的说法，说的是螃蟹富含蛋白质，和柿子同吃易腹泻甚至危及性命。其实道理相通，豆腐虽不及螃蟹那样难消化，但蛋白质含量也不低，与柿子同时同样潜藏隐患。如果吃了豆腐想再吃柿子，最好间隔1-2个小时以上，让豆腐在胃里基本消化再吃柿子。反之亦然，不要在刚吃完柿子时马上进食豆腐菜肴。另外，未成熟的摄氏含鞣酸特别高，更是碰不得豆腐。总之，柿子配豆腐不是真砒霜，却胜似砒霜。它不会像毒药那样迅速致命，但可能让你闷头吃下慢性毒素，在体内日积月累，形成难以处理的后果。一时的口腹之欲可能换来长期的健康隐患，何必冒这个险呢？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是家喻户晓的传统凉菜，象征清清白白、清新爽口。乍看之下，绿白相间的小葱和豆腐简直是绝配，不仅味蕾满足，还颇有诗意。然而，正所谓一清二白，背后暗藏玄机。青葱加豆腐其实也是营养专家提醒的问题组合，罪魁祸首依然是草酸。别看小小的青葱，包括大葱、葱花等葱属蔬菜，里头也含有一定量的草酸。当我们把葱花拌进豆腐里，美味是提升了，但青葱中的草酸立刻和豆腐中的钙喜结连理，生成草酸钙结晶。这些微小的草酸钙晶体肉眼看不见，但会积存在体内。一方面，它们阻碍了钙质吸收，吃这道菜本想补钙，结果草酸把钙锁住，身体反而得不到足够钙。长期如此，可能导致缺钙、骨质流失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每天都来一盘小葱拌豆腐，草酸钙晶体日积月累，肾结石、尿路结石的风险也会增加。特别是对老年人或需要补钙的人群来说，经常吃这道菜，无疑是在偷走骨骼里的钙，得不偿失。当然，并非说1口2口葱花拌豆腐就把人吃出病来，关键在于频率和量。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，作为开胃凉菜，问题不大，但千万别当成养生菜，每天吃，顿顿吃。
还有一个小细节，不少人喜欢生吃小葱配豆腐，生葱辣味刺激，下饭又解腻，但生葱里的草酸未经烹调仍然生龙活虎，与豆腐钙质结合更迅速。建议可以先将葱用热水烫一下，减少草酸，再拌豆腐，或干脆用别的香菜、蒜末代替葱花调味。无论如何，要记住，青葱和豆腐并非完美拍档。这道老少皆知的家常菜虽清新爽口，但还是少吃为妙，特别是为了保护骨骼和肾脏健康，我们需要适当克制对它的喜爱。压轴出场的禁忌搭配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例子，菠菜加豆腐。许多人或许早有耳闻，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，这背后的科学道理其实与前述几条异曲同工，就是出在菠菜中丰富的草酸。菠菜可谓草酸含量榜上有名的蔬菜之一，一斤菠菜里的草酸含量能高达数千毫克。传统上，人们喜欢用鲜绿的菠菜配豆腐煮汤，觉得红配绿颜色好看，营养丰富，但这种吃法其实非常不利于钙的吸收。当菠菜与豆腐同锅共煮，草酸遇上钙，大量的草酸钙沉淀就此诞生。这些沉淀让豆腐中的钙质几乎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，等于是把豆腐的营养白白浪费掉了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菠菜豆腐汤长期吃下来，过多的草酸钙可能逐渐积累在泌尿系统里，增加尿路结石和肾结石的风险。一碗看似营养的菠菜豆腐，不但没补到钙，反而成了日后结石的帮凶，实在令人扼腕。有人可能会想，那我多喝几碗，从汤里总能补到维生素吧？确实，菠菜富含维生素和铁质，但和豆腐一起煮，菠菜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损失，可豆腐的价值大打折扣，还伴随结石隐忧，得不偿失。那是不是从此再不能享用菠菜豆腐这道传统组合了呢？其实也不必过于恐慌。如果特别喜爱菠菜豆腐汤，建议你可以先将菠菜用沸水焯烫一下，把大部分草酸溶出丢弃，然后再与豆腐下锅同煮，这样可以大幅降低草酸的干扰。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减少这种搭配的频率，尤其不作为日常补钙餐。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、缺钙的中老年人，更应慎重对待菠菜配豆腐这道菜。毕竟我们吃豆腐常常是为了补钙强骨，如果搭错了舞伴，反而跳出一场健康闹剧，那就背离初衷了。以上列举的7大禁忌搭配可谓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将豆腐和上述食物一次混吃，并不会像真正的砒霜那样让人立刻中毒身亡，但它们可能引发急性的不适反应，例如腹泻，或者在体内逐渐积累危害，例如结石形成、营养流失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组合更像慢性毒药，一次两次侥幸无事，但长期累积效应会对健康造成沉重打击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已知有风险，我们就应尽量避免把隐患扼杀在萌芽中。了解了豆腐的黑名单，我们也别因噎废食，觉得豆腐怎么这也不能配，那也不能配。事实上，豆腐依然是极佳的健康食材，只要搭配得当，它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说完禁忌，紧接着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食物和豆腐一起吃能够相得益彰，令营养加成，让豆腐真正发挥长处。既然豆腐和某些食物结合会变毒药，那和哪些食物搭配才算仙丹呢？其实生活中有不少常见好搭档，能让豆腐如虎添翼，营养更丰富。豆腐加肉类、蛋类。豆腐虽富含植物蛋白，但某些必需氨基酸含量较低。如果将豆腐和适量的鱼、瘦肉或蛋类一起烹调，例如鱼头豆腐汤、鸡蛋炒豆腐、肉末炖豆腐等，动物性蛋白中的氨基酸组成，可以与豆腐的植物蛋白互补，让蛋白质的利用率更高。两者搭配能使整道菜的氨基酸补更加均衡，有利于人体吸收，达到事半功倍的营养效果。豆腐加海带、紫菜。豆腐含钙高，但有一个营养短板缺点，黄豆制品中含有皂苷等物质，过量食用可能影响甲状腺对碘的利用。所以传统饮食中，豆腐常与海带、昆布、紫菜等海藻类食物一起煮，例如海带豆腐汤就是一组绝妙搭配。海带和紫菜富含碘，可以弥补豆腐可能造成的碘流失，保护甲状腺健康。同时，
海带还含有藻胶等可溶性纤维，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促进肠道蠕动。搭配豆腐可以说营养互补又健康。此外，海带富含钙，和豆腐搭配更是钙上加钙，为骨骼提供双重保障。豆腐加新鲜蔬菜，除了前述高草酸的叶菜需要注意外，其他各种新鲜青菜和豆腐都是友好的邻居。例如白菜豆腐、木耳豆腐、番茄豆腐等组合，不仅美味，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这些营养素有助于促进消化、调节代谢，弥补豆腐纤维较低的缺点。尤其绿叶蔬菜富含维生素 K， 有助于钙质在骨骼层级和豆腐钙质形成良性互动。可以说，豆腐加青菜是强强联手的健康菜谱。当然，豆腐的黄金搭档不止以上几类，比如豆腐配香菇、配姜蒜等也各有食疗效果。但总的原则是扬长避短，科学搭配。了解豆腐本身和其他食材的性质，才能组合出既美味又健康的菜肴。豆腐好处多，是餐桌上一棵常青树，但我们必须谨记，吃得对才能吃得健康。在避免错误搭配的同时，也要注意食用豆腐的一些事项。首先，并非人人都适合多吃豆腐，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就不宜大量食用豆腐，因为豆制品中含有一定嘌呤，吃太多可能导致尿酸升高，加剧痛风风险。还有脾胃虚寒的人，表现为手脚冰冷、容易腹泻、疲倦无力等。豆腐性寒，吃多了可能使胃肠更加虚寒不适。这类人群应该少吃，或将豆腐充分煮熟，搭配生姜等温热食材中和寒性。其次，选购豆腐有门道，品质不好的豆腐可能含有过多添加物，甚至含有对健康不利的物质。一块好豆腐应该色泽自然为黄或乳白，豆香浓郁且没有酸味。若是看到豆腐异常雪白，质地过于细嫩，反而要小心是否添加了漂白剂或凝固剂超标，摸起来发黏。有粘液的豆腐则可能已经变质。买回家的豆腐也要注意储存，夏天室温放久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最好泡在清水中冷藏保存，并尽早食用，避免因豆腐不新鲜而引起食物中毒。最后，让我们重温一遍豆腐的7大禁忌搭配：蜂蜜、茭白笋、羊肉、竹笋、柿子、青葱、菠菜。别再让这些组合坑害你的健康。远离误区的同时，我们也掌握了让豆腐营养翻倍的黄金搭档和正确吃法。饮食是一门学问，每一种食材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，只有做个有心人，了解他们的喜忌，才能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守护家人的健康。当你下次再端起白嫩嫩的豆腐准备下厨时，可千万别再随意搭配上述雷区食材了。记住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把豆腐这把双刃剑用好，避开它变身砒霜的时刻，尽情享受它作为健康美食的一面。愿你我都成为聪明的美食家，在享用美味的同时，吃出长久的健康。